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这里看到的是现在中美的贸易战休战，现在转为备战了吗？大豆原本说是休战的，因为现在美国还是摆脱不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嘛，是不是在川习会之后见效了？现在中国突然开放说，要恢复美国大豆的进口，3家美国的企业资格重启。好，中国的海关总署呢，在11月10号开始呢，恢复了3家美国企业大豆输华的资格。这代表今年3月开始，暂停美国大豆的这些限制正式解除。那贝森特就说了，中国已经承诺未来3年恢复每年向美国采购大豆的数量恢复到以往的规模。所以像美国现在吃了个定心丸了。好，那现在美国大豆的出口协会的负责人说他说也讲很白话，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对不对？无法取代啊。讲得非常明白。他说这个美国的大豆行业始终把中国视为最重要、最值得珍惜的市场。中国市场是无可取代的。好，那当然稀土的部分呢，现在川普也要力拼把备案反制哦。现在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1年，但不符合川普的预期。好，中国的商务部呢暂缓实施上个月公布了一系列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1年，已经着手要设计新的出口稀土出口的许可制度了。不过呢，整体放宽的这些幅度恐怕不如美方所期盼的，所以难以构成全面性的解除。那与此同时呢，现在川普重返这个古思路剑指中国稀土霸权。白宫呢宴请中亚5国领袖呢拉哈萨克入群，来撬开这个中俄的后院。他招待的这些中亚的5国领袖展开多场的双边的这些会议跟工作晚宴，锁定该地区的这些稀土还有关键的矿产合作。那这些国家有哪些国家呢？大家一来看呢，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包括土库曼，还有乌兹别克。这5个国家的这些领袖来做会晤。那正值呢，华府寻求扩大在在这个资源丰富地区的影响力之际呢，中亚地区长期由俄罗斯主导，日益受到中国的拉拢。所以呢，看得出来，川普是可能有其他的战略想法，拉拢可能也不见得是为了矿产而已。好，那另一方面看到，川普现在最新的关键矿产清单公布了，增加了铜包括冶这些金煤等10种，剑指中国的这些供应链，包括这些要剑指中国供应链，包括针对电动车、电网、资料安全中心。用到这些铜等等的，所以是有其他的商业可能战略目标考量的。他另外可以看到的是这个 COP30中国大陆要取代美国了吗？COP30现在登场了，美国缺席，现在中国补位了。好，那川普呢长期声称气候变迁是个骗局，所以他上任之后呢，让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也没有派任何高层出席这个 COP30 的会议那这个呢？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气候中心学者李硕呢，他就说了，他说如果北京视为气候行动的落后者的话，待意识到中国企业在绿色科技领域呢超越西方国家时，恐怕已经为时已晚。好，另一方面呢，看到英国皇家的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能源研究员施龙他怎么讲？他说中国在外交场合的气候谈判上并未主动发言主导议程。不过你可以看出来，中国其实正在大力推动实用性的再生能源科技，来促进低碳的发展人家中国有在做，那美国呢？美国看起来好像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巴西的总统呢鲁拉就说了，他说接下来要促进这个2国的升级，包括中国国务院的总理要访巴西，他促进2国的升级。那愿和中方密切合作，为和平解决地区的争端做出积极贡献。好，那我们再看到说，现在呢，这个 COP30 即将登场了，多国领导人抨击川普说，气候行为不作为。看看这些人怎么讲。Es taladrar, taladrar y taladrar. Está 100% equivocado el presidente de los Estados Unidos, Donald Trump. Hoy, literalmente, el señor Trump está contra la humanidad.好，我们看到哥伦比亚总统呢，话说得很直白他说，其实川普只会一直钻油钻，然后呢，现在他的立场就是100%大错特错，更直言川普就是反人类文明。好，现在呢，包括这个巴西总统鲁拉呢，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川普，但警告说，现在呢有股制造假新闻的极端势力正让子孙后代注定要活在一个被全球暖化永远改变的地球上。好，先请教斌哥，斌哥怎么看？现在大豆看起来也解禁了。其实
中国大陆当然就是在这个川习会之后有做一些动作，显示他也想缓和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可是解禁归解禁，他到底进口多少？因为贝森特对外宣称是说中国大陆在年底前要进口1200万吨。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个迹象。是，我们目前已经被核实的，好像只有10几万吨。差这么多啊？对啊，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目前不知道。然后贝森特还讲说，未来3年每年都要2500万吨。可我看一下，去年中国大陆从2024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其实就已经降低到2200多万吨。那中国大陆看起来就是有意的，逐渐在跟美国的大豆供应脱钩。它主要现在都转向巴西跟阿根廷去采购，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未来中国大陆应该还是会买美国大豆，可是会买多少？我觉得这个量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没有说我不买，我买啊，但是我可能只跟你买几百万吨，那也是买啊。那请问一下你怎么办？因为对美国大豆农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被卡得这么死？因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对大豆有这么大的需求。所以，如果中国大陆不跟你买，你的大豆就没有人可以消化，是没有人可以取代。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啊，美国大豆农明年应该可能会减产，会减产，我觉得会，因为种太多卖不出去，因为太危险了嘛。对啊，你也不知道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一定会跟你买。是，而且不只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变，你美国总统川普天天也在变啊。你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你到搞不好，因为现在说是说明年4月双方会见面，谁确定了这件事？都不晓得啊，搞不好马上就翻脸了，对不对？这个都很难说。所以对美国大豆农来讲，最好的保障是什么？就是少种一点嘛。搞不好还转行了。对我就觉得有可能啊。很多大豆农今年很多大豆农很惨，是你要知道他们每一次要种大豆之前，他们要先去跟银行贷款，然后去借这些钱来去种这些大豆。那只要销售量不如预期，他们可能就血本无归，甚至一屁股债。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很危险的一件事。那至于稀土这个东西，显然，中国大陆对稀土的理解跟美国对稀土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美国认为说你应该就是把所有对稀土的限制全部开放，可是中国大陆的讲法是，我11月8号以后本来要实施的这个对稀土的加强管制，我们不做了。但是他先前对稀土的管制可没有放松哦，然后他还是一样要逐渐审批。那现在据说本来累积了2000多件，现在大概有一半放行了，那剩下一半呢？不知道。所以这个很难讲，所以显然这个跟美国原先的期望是完全不一样。是，那在这种状况下，川普当然很忧心。你也可以看到，川普现在到处去跟澳洲也好、日本也好、那个巴西也好，全世界各地、阿富汗，甚至他都想要去touch，就是想尽办法要去扩大他的稀土来源。但是问题是，精炼技术你还是没有。那没有精炼技术，你在几年之内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才是美国现在他想要弥补，可是他完全补不上来的一个大洞。好，请教杨老师。其实你看我们这边这个3个主题哦，中国对于大豆的进口在9月份降到0，然后呢，现在中美的贸易休战，说我会继续采购。对稀土10月9号之后开始管制，其实在这个之前4月份的时候就有7项稀土被管制。在这个之前，从2023年7月的时候呢，开始加锗地这些稀有金属，它不是稀土哦，它是稀有金属，但意义跟地位跟稀土一样，也在管制。所以，然后呢，它整个卡到大豆是美国18万大豆农户，使得美国的粮食、经济、社会，甚至川普的支持产生了政治上的大的问题。然后呢，稀土基本上是整个卡到了美国的制造业以及军工产业，因为越来越多的前沿精密的这些产业需要越来越多的这些永久磁铁、氧化剂，现在的材料科学越来越需要这一部分。那在8月份的时候，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稀土是580吨，到9月份一下子降到了420吨，所以呢，降了将近1/3，这个使得美国的很多汽车业就做不出汽车，因此。这就变成卡到真正美国的脖子。那贝森特说，我们现在跟 G7 个国家联合在一起，2年之内可以摆脱中国大陆稀土的限制，这根本他随便乱讲话。因为高盛的报告，美国最有名的高盛研究这个机构，他报告说，中国大陆在稀土的主导地位至少10年。因此你就看到第3部分讲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气候变迁上面，当然大家都知道川普对气候变迁的态度。完全的背离，完全的背道而驰，而且
裁撤掉很多过去拜登时期的补助，那加大对于石化燃料的这些协助。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中美之间的权力移转。美国的过去8年以来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结果让中国的贸易反而增加，科技持续的这个发展，虽然有部分还是被卡了脖子。今年当川普2回来之后，中国开始反制，强力的反制，大豆、稀土完全卡到美国的脖子，使得美国无法再跟他的坚持下去，所以只有休战。先休战，美国再搞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因应，还有工具箱里面还有怎么样的工具跟筹码，其实真的不多了。倒过来，中国的这个稀土跟大豆完全的卡住美国的粮食、农民、政治以及科技制造业，而且这个是很关键啊。因此，就像是台湾的台积电，你拿台积电如果去卡美国或全球的半导体，你就知道它的影响。然后呢，在气候变迁上面呢，你看到美国放弃了国际合作，放弃了外交威望，放弃了国家的认知，然后呢，拱手让给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并不是在今天或者是去年才开始在这块经营，而是长久以来的绿化。如果各位去过中国大陆几个城市，你就知道他们绿化的程度非常的大，非常的快速。所以国际上的普遍认知哦，这已经是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权力对于中国已经施加被抵消掉，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影响力。而中国反制的权力呢，使得美国现在受创。那然后呢，中国在美国过去赖以为常的就是外交的威望跟国际合作上，现在完全由中国接手。你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国际的权力移转了吗？好，请教何谦。是，刚刚我们提到大豆啊，其实中国大陆对于美国贸易带来的不确定性啊，以及这个出口的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这种坚持啊，跟这种意识，其实大家如果记得，中国大陆可能是现在全世界当中跟美国打贸易战最有经验的国家。从2017年、2018年，双方就开始打。一开始打关税，到后来打这个包括金融战，到后来双边的互相的股权投资，双边都对彼此的这个企业跟商业界的行为者做了很多的约束。所以其实从今年 Trump 2.0 上任以来，从4月川普宣布对全球宣战以来，一直到今天没有用贵的，没有多说像日本啊、韩国，包括台湾可能也有对美国做出巨额的投资承诺的这个贸易对手，其实只有中国大陆一家哦。中国大陆使用了包括稀土、包括稀土的长臂管辖等等的方式，跟美国可以说是在这一场到上个礼拜的这个釜山会议之前，可以说是大致打了个平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数据说，2025年9月啊，就刚刚过去9月，中国对美的出口总值只有343亿美元，同比跟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27%，而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已经连续6个月是呈这个2位数的下滑。那在贸易上，在农业贸易上呢，中国大陆虽然仍然是美国农产品的第一大的这个出口市场，2024年美国对华的出口大豆啊，占它对全球的大豆的出口的50%。但如果从大陆的角度而言，现在就像刚刚说的，中国大陆的大豆主要已经从巴西进口，71%是从巴西来的，美国所占的比例只剩下21%。而且从今年5月，就是川普宣战以来呢，大陆已经完全停止了从美国采购大豆啊。目前呢，只通过原本在这一次釜山重新放行之前啊，只允许已经在5月之前完成了这个合约的这个大豆入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川普其实也必须去重新去思考，那他这大豆农虽然只有18万户，但其实美国农业跟美国的农民，特别是在这个川普作为基地的红州是非常重要的一股阻力，非常一股主要的支持的力量。那特别是在前2天美国的地方选举我们可以看到一股新的蓝色浪潮，民主党似乎在这个重整旗鼓、重振局势，包括在纽约、纽泽西、维吉尼亚、宾州，当然加州本来就是民主党的天下，这几个州民主党都获得了非常确凿的胜利。那大家现在已经我来的路上还看到这个 Graham Allison 这个修昔底德践行的提出人啊，美国的这个艾利森教授，他就已经预判到明年2026年11月中期选举的时候，民主党一定会夺回众议院啊，会夺回国会的这个众议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这个川普在面对全球进行征战跟这个横征暴敛啊，索要这个投资承诺之际，他也要去看看，就是说他的这个
铁卫队它的这个基本盘有没有受到 undermine， 有没有受到一些冲击？那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巴西啊，就是说南美的巴西今年是 COP30的这个 COP30的这个主办国，很有意思。巴西现在的总统是卢拉，那卢拉跟这个 Trump 的新仇旧恨啊，可以是说从2025年的这个 Trump 上任以来就打得难分难解。大家可能还记得巴西被 Trump 征了多少的关税？50%啊，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美国为什么对巴西征50%的关税呢？是因为川普赤裸裸的要用这个关税问题来介入巴西的内政，他一直在批评卢拉现任的总统用司法的方式去追溯前总统 Bolsonaro。那 Bolsonaro 呢是这个 Trump 的好朋友，而且也被誉为巴西的 Trump。在当年这个 Bolsonaro 败选之后，他不断的要通过群众示威的方式，想要推翻这个选举的结果，被卢拉跟这个巴西的司法当局制裁。那现在这个新仇旧怨摆在这边 ，COP30， 川普又不参加，又不想积极参加，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大陆的一个作为一个核心的领导角色？我想我们很快可以看到结果。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现在啊，这个川普的大刀要清洗美军了吗？赫格塞斯啊正在清洗军方的领导人，但是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说啊，现在呢解雇或是边缘化至少20名将军或是海军上将。那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呢，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来重塑美国的军队，而且根本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哦。那现在有20位的现任跟前任的军官啊，受访的时候他描述赫格塞斯的举动说，根本完全无法预测，这样的造成焦虑跟不信任的氛围啊，迫使现在高级的这些军官啊，每个干嘛选边站，甚至有时候呢，你看我看你会互相敌对，搞得气氛非常的僵。那赫格塞斯呢，现在誓言要改变五角大厦的运作方式哦，他怎么改变呢？他说要改变这个根深蒂固的流程，同时又呼吁美国的武器制造商啊，以创新的速度加快生产，加快向美国的作战人员来交付新的武器。那另外一方面看到，现在美国的参议员拼五角大厦，根本就不沟通嘛。柯博吉呢成为川普政府最难找的人，到底怎么回事？说现在呢，这个两党议员批评啊，说战争部的次长啊柯博吉。现在呢，在川普政府当中呢，未就五角大厦的政策跟决策跟国会沟通，更形容成为这个川普政府中最难联系的人，根本找不到他。这是什么？真的找不到吗？可能要用另外的方式来继续看下去。好，那现在呢，美军真的有能力能够协防能够防住中俄吗？现在啊，美军拓 B21的用途AI 助攻无人机来直管。这个军文网站呢报道说，美国空军研拟将 B21的这个轰炸机改为单一飞行员，那副驾驶呢改为武器的系统官，渴望未来用 AI 来做辅助。那现在呢，同时要拓展多元的战机任务用途，那是不是要瞄准中国卫星呢？用航母遭到锁定了，现在美国公布了3个反太空武器，那现在等于太空军事化升温了。现在五角大厦呢正在跟太空军呢准备部署2款新型的软杀伤的反卫星系统，而届时呢，美军会有这个包括现役的反通讯系统在内的3种反太空武器。那明确指出呢，就是锁定中国卫星。好，那美国的这个陆军部长就说，陆军呢研拟在未来2到3年内会采购至少100万架的无人机。这数量真蛮大的。好，那现在美国也说了，受到飞弹供应短缺的这些困扰，现在专家示警中国现在正在大量生产加剧威胁。与中国迅速增长的这个飞弹武器规模相反，那美国呢为乌克兰以色列在战争当中投入了先进的这些防空系统导致自己弹药短缺。那现在有军事专家指出说，五角大厦供应的这些问题跟北京建造的更多的先进的飞弹的势头展现的是对美国利益日益增加的这个危险。好，那我们来看到另外一方面是，川普前一年才出炉，结果现在美军的安德鲁基地的受到不明粉握。多人不适，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川普前一年才走过去，结果现在安德鲁基地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好，那经过赶快紧急疏散之后呢，现在已进入调查阶段。川普5号才在这里才在这个基地出发行程所以会变成一个国安危机。
好，所以现在美国应该要很紧张了。再来看到就是说，现在福建舰我刚刚提到说，现在也入列，那解放军的远洋作战能力突然暴增，将美军陷入了一个非常两难的困境因为你知道，福建舰搭载的歼15T跟歼35，还有空警600。弹射起飞，再加上第5代战机使得福建舰的作战半径相当于2艘华耀起飞的航空母舰，包括了这个辽宁舰跟山东舰的这性能比呢是大幅提升的。那你要知道，在福建舰服役之前美军已经在西太平洋地区，相对于这个解放军的实力相对劣势的地方呢，现在已经远火威胁下呢，美军已经开始从第1岛链收缩了，在第2岛链开始布防了。那现在呢，随着福建舰呢列入了这个战斗力美军所依赖的第2岛链呢可能会灰飞烟灭。好，那美国的这个外交事务期刊呢就说，就美国准备好跟中国开战了吗？这样标题指出说，当下的美国军方在亚洲陷入进退两难。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话，美军部署了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成为靶子，恐怕会被围歼的这个之余。好，那现在中国大陆的首艘这个电磁弹射的航母福建舰入列之后呢，专家说，这个意义不是只有岛链封锁突破岛链封锁而已意义在什么？在象征中国又向远海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好，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这个大刀要侵袭美军，搞得像军中人心惶惶的？这个其实川普跟赫格塞斯本来就对美军现行有很多意见，他们认为美军过于浪费，然后又不向他个人效忠，所以他们本来就是一直想要把他们做一个换血，把所有那些搞 DEI 的然后那些什么多元化的这些人全部都弄掉，然后把跟他们志趣不相投的人也全部都搞掉，政治不正确的也把它踢掉。所以他们本来上台就一直逐步的在做这些清洗。那为什么不讲理由？因为很多理由他们认为根本没必要告诉你，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你嘛，就把你干掉就对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当然会招致美军内部的种种不满。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他现在招致的不满，当然如果他能够兑现他的承诺，也就是他真的对美军进行改革，因为美军过去的很多莫名其妙的浪费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损失，其实是一直真的是存在美军很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他能够做出这样的改革，然后让美军焕然一新，甚至如他所讲的，能够加快武器交付给美军的这个脚步的话，那他会获得军队的拥戴。可是问题是，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只是空口说白话，因为川普跟他的团队从上任到现在，看起来空口说白话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他如果达不到这边的话，那就变成有一批趋炎附势的会跟他们走，那另外一批可能就会心生不满，这些人可能就是退的退，甚至反抗的反抗，那美军内部恐怕问题就重重了。那实际上，美军现在本来就面对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他的对手已经不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这个新兴的强权，它有全世界最快的生产力量，而且它在武器的质跟量上面都大幅的跃进。那所以美军本来就应该要针对这个状况进行强烈的军事事务改革。可是问题是，美国做得到吗？有没有这个决心跟毅力去做到？所以美国本来就美军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那这个转型期如果被乱搞，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个世界局势实力的全部改变。那可是美国人做得到这一件改革吗？你改革的方向如果走错的话，可能从此以后他就失去他对整个世界的掌控权力。是。那至于说这个美国开始要用太空的方式去反制，这个是本来就会进行的东西啊。那他们用的软杀伤，其实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盖台，就是直接让你中国大陆的卫星讯号传递不回来，断你讯号。对，就是因为你如果直接针对卫星本身去做硬杀伤，其实会招致风险，因为大家的卫星都在地球附近转，你如果把它打烂了，它造成很多碎片，那些碎片可能会打到你自己的卫星，太空垃圾。对，那所以那也对他来讲是有危险的，所以他们现在是想要用软杀伤的方式，可是不是只有美国这样做，中国大陆也正在这样做，是，所以大家就是互别苗头而已。好，请教杨老师。我想，大概40多岁、50岁以上的朋友们可能还会有印象，就是冷战的时候，冷战就是美国跟苏联的这种零和意识形态，然后呢核武的竞争。那你看到两个集团，那但是现在中美会不会进入到冷战？我们认为是不会。
因为在整个全球化跟国际合作的这种影响之下，双方无法完全的脱钩断裂。虽然在关键产业，他们希望能够自己有自己的供应链，要建构起就是各自的2个半球化。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中美俄大国开始要重返大国的核武竞赛。整个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几乎每半年来一次核演习。他最近新展示的像是海燕巡弋飞弹，还有核子动力的波塞冬的鱼雷，这些都是新型的载具。然后你看到中国大陆在去年的试射东风31A12000公里，而今年93阅兵的时候，他前面第一列队讲的就是战略贺主，从东风61、东风5C到这个巨浪3型，那是潜水艇发射，还有呢惊雷1型，那是战略轰炸机发射。所以陆基、海基、空基，它都具有可以达到10000公里甚至18000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那因此，川普这次来到亚洲说，是不是美国要重启核测试，也就是核试爆？是，我觉得他讲错了，他讲的是核演习。因为现在不太可能现在在做地底下的真正的核试爆。但是呢，电脑的或者是非临界的，这可能还是会继续做。是，所以美国你看，他很快的在2个礼拜前，他就测试了义勇兵3型的洲际弹道飞弹。然后日本、韩国就很紧张了，因为当大国在做核武竞赛的时候呢，小国就担心我是不是能够持续有核武保护伞。所以韩国李在明当着川普的面就说我要核潜艇，然后日本也开始说那我也要核潜舰。好，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大国的核武竞赛会有3个现象出现。第一个，军事竞赛，核武的传统的都会激烈。第二个，因为是核武竞赛所以不能够直接的交战，就大国之间在这个核武吓阻的逻辑之下，他不敢去直接交战，就算是传统武力。冷战的时候，美苏没有直接交战，然后呢，在俄乌战争，美国跟北约没有一兵一卒进入到就是乌克兰。是。第3个原因是，第3个可能会发生什么？那就是代理战争，也就是双方在核武竞赛、传统武力竞赛，然后呢没有办法直接交战，他一定会选择在第3地、第3国去进行这个代理战争，消耗对方。台湾有没有看懂？台湾有没有看懂，在美中的核武竞赛跟权力移转的情况之下，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代理战争的棋子？你选择要做这个棋子吗？好，请教何谦。是，其实这个在2强中间难为小。这个在大国博弈板块当中的居间的第3地，包括像台湾、日本、韩国，甚至到南边的新加坡，大家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图存之策其实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国家社会的命运跟未来。是，最近新加坡的总统尚达曼10月中的时候，他到 IMF 到美国的就美国开会，然后在一个演讲当中，他其实就对所谓的这个第3地的角色做了一些乐观的预期，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台湾来借鉴。他就说，这种入海口他打了比方，就是说淡水跟咸水这个交汇的入海口之中呢，其实呢是生态最容易繁华跟富裕的地方，有各种新的生态在这种潮间带都可以就可以融合出各种不同的生态系，那来繁衍发展。所以他就用这种来比喻来说，当中美2个政府非常的对彼此戒慎恐惧，但是当中美的企业都还有很多的 incentive 很多的诱因也要跟彼此合作的时候呢，他必须找一个对双边都友善的第3地来比如说重新整理它的筹资框架呀，重新组合它的品牌跟技术的团队然后来达到在中美2地都合规合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资本运作的需求。所以他觉得新加坡只要跟美国在安全上、在价值上、在制度上依循美国的国际标准、西方的标准，同时在外交上跟中国大陆保持和睦的信任的关系，包括现在新加坡对大陆所有的公民来到新加坡都是免签待遇给的非常的好。那他觉得他们可以从容的、有信心的去应对这个中美的对抗的局势，甚至可以从中谋利。那我就跟新加坡朋友聊说，哇，你们这个尚达曼总统确实是有这种哲人家皇帝的这个哲学家皇帝的智慧台湾好像暂时虽然很想做，但是理论上也应该做，但是做不到。特别是我们刚刚看到杨老师刚刚说了，有没有可能你和一个繁华的河间带一个入口就出海口你做不了，反而你变成了一个代理人战争的第3地那从大陆93阅兵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重要的媒体，包括 Foreign Affairs， 包括 Economist，
几乎是以7天到10天、1周1篇的这种速度去重新谈美国要不要调整它的对台政策，是不是要预请台湾更加的理性跟克制，而不要去冲撞，不要在美国没有准备好之前就把美国拖入一场美国不想打，或者说至少暂时没有准备要打的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大战。这个新加坡已经看得很清楚啊，他的王以康部长，新加坡的这个教育部长前几天就说了，这个如果台海不幸发生战争，那不是台湾在打，对不起，是中美在打啊，中美在打，对，就是新加坡人直接就点破了，就不演了，对不对？就直接说出了这个事情的本质。但是呢，不论这个美中的官方争霸战是如何来进行呢，民间的生意还是要做的。我们来看到呢，现在是这个上海的进博会登场了哦，这是第8届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盛大登场，那吸引是来自了138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有4108家企业参展呐。这个展览的面积和企业总数呢，创下了历史新高哦，而且其中呢，美国的企业的面积更是连续7年保持第一。好，这是美国农业部第3度携手上海美国商会共同参展，也就是说呢，这个是美国的官方也来参展了哈。那这个我们的上海美国商会会长也说呢，中美双边关系呢是美企最关注的议题，关税措施对双方来说都是伤害。好，不止美国啊要来这个抢中国大陆的市场，现在来看到日本呢也有330家日企去参加这个中国进博会哦，这个数量呢还是上届的1.5倍，包括了这个松下电器呢宣传搭载 AI。提高便利系的洗衣机等等，那三菱也有去参展。那现在呢，不只是日本，好，就连这个马国的商会会长他也有去参加，而且他还说了一段话，我们来听。贸易量非常大的一个国家，我们依靠贸易，贸易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不是美国就是中国，哦，美国嘛比较远，而中国嘛是我们的最近的邻居，而且以马来西亚我们来说呢，中国跟我们呢有文化上。在语言上，和习俗上，我们都是很接近的。基本上来说，没什么大的变化，没什么大的代沟。我想中国往市场开放更包容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件好事情来的。好，不止马来西亚哦，这个印尼的驻华大使呢也有去参加进博会，甚至还在进博会上面来载歌载舞哦。这个是中国印尼的驻华大使周浩林呢，他除了为本国的产品带货之外呢，他还去担任这个领唱舞蹈的团长哦。他称呢，今年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许多的印尼企业还不断的扩大在华投资哦，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看重中国的市场哈。不过呢，我们来看到这个进博会呢，还是有其他的焦点哦，尤其是在科技方面。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低空经济哦。目前呢，这个今年的进博会呢，汽车专区呢是特别开出了一块未来的低空出行专区，这里展示了很多的低空领域前沿技术，其中的展位甚至设计成了低空出行航站楼的样子，在入口摆放了自动售票机，从国家的会展中心到外滩，全程只需要10分钟。那票价出炉了是49元人民币哦，而且只要15分钟就可以飞到苏州，票价是119元人民币。好，而今年的这个低空经济相关参展企业的数量还有展出面积呢，相较于之前呢是增加了1倍，各类型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还有外观方面呢都有很大的创新。那其实之前这个中国大陆的“15五”规划也就建议了，说要把这个低空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之一，所以发改委等各部门呢，近期的都陆续在提出相关支持低空经济还有自驾产品产业的发展热点城市哈。那除了这个低空经济之外呢，AI 机器人当然也是这个中国大陆非常强大的发展领域哦。现在机器人不但是可以弹琴、泡茶，甚至还能够跳大展宏图我们来看一下。别说对面残黑，谁是里面银冷雨？我送阿送茶具，研磨下笔，是最给我4个字：大展宏图，大事情从提笔字。大展宏图，搬来翻在办公室。大展宏图，关公都点头，有料。哇，他真的是跳得好有感觉哦，这个韵律的非常的好哈。那除了这个
大展宏图会跳之外呢，这个是语数科技的机器人嘛，那另外还有人形机器人啊，以及机器狗等等的都在现场示范了。那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有这个2台的G1人形机器人进行了模拟拳击和对打的动作，甚至呢展现了自主起身的能力哦。好，除了这个对打的能力之外呢，海克斯康公司的展台呢也展示了工业人形机器人。这个工业人形机器人呐，不仅是在行走啊、上下台阶的能力呢都非常的强，它还示范了一个来使用工具自主更换电池的操作。而兄弟中国则是展示了另外一款呢是绣花缝纫的一体机，哇，这个中国的技术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前阵子呢也出现了这个何小鹏他的小鹏机器人嘛，出现了他能够走猫步的机器人，也引来了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来隔空留言哦。那马斯克怎么说呢？他说特斯拉和中国公司将会主导市场，我非常尊重中国的竞争对手，中国有很多聪明勤奋的人。那何小鹏也回复了，他说很开心看到马斯克股东大会上的胜利，相信特斯拉机器人和 Robot Taxi 会做得很好。好，那现在呢，中国大陆的工业还有服务机器人也是非常抢手的哦。前3季的产量啊，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总和了。工业人形机器人产量是59.5万台，服务的机器人产量是1350万套哦。2大类型的产品已经超过了2024年的全年产量了。我们来看到在科技领域啊，真的是中国大陆哇发展神速啊。我们请教邱毅委员。进博会正在上海热闹的登场，今年已经第8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有138个国家，有4108家企业来参展。除了想得到订单以外，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当局也希望在这一次透过进博会表现出来是中国大陆对于贸易是开放的，而且开放的比过去的程度还要高，来对照美国的保护主义。另外的也刻意强调，它是采取对等的经验分享的，用对等跟经验分享来对照现在川普在搞的单边霸权。我认为这个效果其实是存在的。打个比方来说，现在中美的贸易战、关税战正打到白热化，可是这一次参展的企业家数最多的是哪一国？你知道吗？就是美国。而且美国的农业部跟美国的商会还合作一起来推展。你想想看，这代表了美国的农业部知道美国的农业州有多少的农产品，不是只有我们现在谈的很热门的大豆，包含了棉花、小麦、玉米、高粱，它都希望能够销到中国这个大市场来嘛。所以整个农业部为什么那么热衷要来参展？好，那刚才提到高市早苗，高市早苗跟川普在对话的时候，还是一直谈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但是这一次排名第2的参展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也来了300-400家企业啊，也希望能够在中国争取到订单啊。好，更有趣的，川普不是刚跟东盟的国家签订了贸易的协议吗？中间加了一个毒丸条款，意思说用国家安全来压迫你东盟的国家，说如果美国国家安全受损，我就可以片面终止这个贸易协议。而结果呢，这一次马来西亚的商会的会长来了以后，刚才这个电视上就播报，就有镜头就出来了，他就提到美国太远了，中国比较近啦，中国又比美国开放啊，所以他们当然管你什么毒丸条款，还是要跟中国来往啊。除了马来西亚以外，在东盟国家里面，现在经济的后市最被看好的印尼，他也来了。他印尼大使刚才在镜头上还陪着大家一起载歌载舞。另外呢，同样在上海开的虹桥经济论坛，
你知道来了多少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8个，有8个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到上海来开论坛，这是过去不会有的。好，更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刚才提到的何小鹏啊，这也是现在的传奇人物，跟马斯克之间的空中对话。尤其马斯克对何小鹏的 AI 机器人特别的推崇，给他点赞。其中有一个桥段，大家可能看到了，现在镜头出来了。对，这个 AI 机器人啊，它就像一个真人一样。可以走路，可以上台阶，可以下台阶。主持人也提到了，可以弹琴，可以泡茶，可以聊天。所以下面有人说，是不是你们藏了一个真人啊？何小鹏还亲自上台去把那个机器人啊 ，AI 机器人的腿跟膝盖的那个撕开，让见证大家说，他真正是个 AI 机器人，不是有个真人躲在里面。你可以想想 ，AI 产业现在中国大陆它发展的速度有多快？我都在想，过几年呐、可能很多人都会买一个 AI 美女回到家里，陪自己度过这个寂寞的日子。所以现在这个机器人领域，中国大陆的崛起真的是非常的快速。我们来请教严正神教授。我觉得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过去在1990年代的时候，都是什么？大陆因为开始这个。就是制造业慢慢起来之后，大家都是去大陆去买东西，所以广州这个交易会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哇，你看那些，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非洲的也好，中东的也好，他们都是跑去广州交易会买了东西回去以后，然后再卖就很便宜嘛。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大批发最早就是很多的人都是非洲的，因为我做非洲研究，我就认得很多，他们就到杜拜去买因为杜拜有很多，后来根本飞机从直飞非洲了，就到广州了，他们就直飞广州了，就去广州买。所以你看那个广州那个时候，大陆帮他们生产都什么东西都有。后来我去看，譬如说你拿一个平板电脑他说我要生产非洲的传统服饰嘛，他说哪一族的？是吧？扫给你看，你要这一种吗？还是哪一种？马上就可以做，你知道，是非常快。所以在广州过去都还有他们叫做巧克力区，就是皮肤比较黑的人多一点的地方。那可是那个是出口可是现在大陆就跟美国一样，变成一个进口大国了。进口大国，大家就要想去卖，发现它的消费力很强，虽然不及美国，可是人口是你美国好几倍啊，所以这个积少成多嘛，还是有这个机会。所以他现在这个变成上海这个出口的就是这个叫做进博会，就变成是很多人抢去卖东西。过去是很多人去买东西，然后我带回第三世界去卖什么等等，现在变成卖。那我觉得大陆就是完全走美国过去的路线就是你要搞这个全球化，然后搞开放。那现在我全部走，但美国说我讲这嘴巴讲，我也希望我做到，但没有说要你那么快就跟上来所以也受不了。可是刚刚邱毅也讲了一个很重要，邱委员讲，你这些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市场经济对这个川普这种搞关税是几乎都是反对的那所以还有人问说，川普不知道在华顿在宾州怎么学的这个 MBA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这些当然看了中国大陆就觉得说他在走他们所想要的一个路线，包括今年的3位经济奖那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都认为川普不知道在走什么路线，所以批判得很凶。那我自己是认为是说，美国过去他在推这个理念的时候，包括全球化，包括希望你们这些制造业来全球分工嘛大家就是做一些这种分工合作，他是认为没有人追得上过去4小龙能够抢的不多，就他没想到大陆对他的挑战这么大，所以他现在就觉得说我不能再推这个下去，再推下去我受不了了可是大陆就用他的购买力现在来创造这些他的这个影响力。既有科技技术，然后又有人口市场，中国大陆真的是美国很强大的一个对手。我们来请教张将军。这次在上海办的这个进博会那个全世界4100多家的这个大型企业在那边做展览，为什么那么多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三个迹象，3个状况。第一个，中国大陆的消费力啊，一向比较偏低，40%，加上政府的话的消费，总共加起来是52%。换句话说，它的上涨的空间非常大，不像美国，美国政府跟民众的它的整个消费已经到了82%，那个空间就很窄了，剩下的只剩下18%。但是中国大陆的整个的消费力还有47%没有消费，成长的空间大。而且中国大陆慢慢有钱呐、那是不是都要买东西都要消费了？大家看到的是未来，不只是光是现在。第二个，中国大陆的储蓄率很高，每赚100块存44块，其他花掉56块。你储蓄那么高，你都很有钱，荷包满满，我这要买东西我都有钱。那像美国的透支你也知道，都月光了，月光族了，还4000万人在领食物券，他能够消费的空间就不大。中国大陆大，要储蓄里我有钱嘛，因为我都存起来了嘛。那现在我要来消费，所以为什么讲的那中国大陆的长假，哇，那几亿人在流动跑来跑去，因为有钱啊出来发，所以是因为储蓄率高，现在刺激消费了，有这个空间，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中国大陆经济都在稳定成长，每一年大概4.5%到5%，每一年就4.5%到5%。那会越来越有钱啊，你要放眼于未来啊，所以赶快去上海的这个进博会，赶快去参展。然后赶快看看你可不可以再到中国大陆啊，去大赚特赚，来赚捞一笔钱，是这个样。那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低空经济。那低空经济为什么大陆开始流行了呢？我认为低空经济因为市场的需求。我们可以看中国大陆低空经济它有3大优势，哪3大优势？第一个，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就是 UAV 无人机制造大国，全世界它在市占率，比如大疆无人占70%。那你现在从这个 UAV 改为低空经济可不可以？从4爪改为6爪可不可以？改为8爪，升力更够，是不是就可以了？因为我已经有 UAV 了嘛 ，UAV 是小型，低空经济是大型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呢？这些低空经济呢，不依赖大型的机场，它要降落的地方啊，一个篮球场就可以了，一个大楼的楼顶呢就可以了。那不要机场，不要跑道，就这样。那所以它这个是不是刚好是合乎中国大陆这方面的环境的需求？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这样，中国大陆人口密度相对高，对，你要人口要移动啊，你下面路是满的啦，但是上面的空中可以用，所以有发展低空经济的条件。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科技真的是非常的发展快速，而不止在科技的部分，军事上面也是嘛。我们来看到现在是最新的福建舰已经正式入列了。这央视表示呢，这是福建舰的来时路，它在2022年的时候，6月17号的时候是航母下水。那2024年的5月1号是第一次海试，然后在2025年的9月22号。歼15T 还有歼35还有空警600呢，就是完成了首次的弹射起飞着陆训练。好，那目前呢，这个福建舰的叶伯军港的空拍也出现了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入列当晚呢。这个灯火辉煌，感受到它特别的震撼，真的是一个非常大架的这个航空母舰哈。那现在也确立了呢，它是解放军进入了3航母时代。而习近平呢，他也是有登舰来这个进行这个活动的。可以看到他在登舰的时候呢，上面有很多穿着这个色彩很鲜艳的衣服的工作人员，这是因为他的分工任务是用衣服的颜色来区分的哈。那现在也有军事专家表示呢，说这个福建舰的弹射技术是领先美国航母10年，还说呢，美国的福特航母不能够弹射5代机是最大的问题。那但是这个中国的福建舰是能够去进行这个弹射的。那另外还有说呢，这个中国的航母它可以去抵达更远的地方去防卫，像是东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去建设的。所以呢，军事专家也说了，这会导致呢福建舰让一些外国的决策变冷静了，因为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范围可能会扩大到更远的地方哈。那么美国呢？美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我们来看到现在五角大厦呢也决定要来加速军售交付的进度了哟，要转换成战时模式。也就是说呢，以前呢是要先生产先进复杂的技术，但是现在要先生产能够快速交
交付的产品的，以便更快速的加速部署能力，聚焦在这个结果上面。甚至呢，因为现在这个可能美国的人力比较不足嘛，所以他们在 B-21轰炸机也要改拟编制了，要舍弃副驾驶来改配这个 AI 辅导，也就是说呢，让前线无人系统来可以进行中枢管制。但是美国呢也有很大的问题哦，就是美国参议员批评美国的五角大厦都不沟通，尤其还特别点名了这个人叫做柯博吉哦，说呢这个柯博吉啊，他在这个国家防御战略还有全球兵力部署方面都没有跟国会磋商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难沟通的人，还把他形容成是川普政府中最难联系到的人。而现在美国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美国政府正在关门呐，所以军队的这个薪水都发不出来了，甚至现在传出呢，可能下个月啊，有168家的军需商品店都要关门了哦。所以12月初呢，可能美国本土的各个军事用品基地的地点呢，都会受到影响。不仅是没人、没军力，那也可能就是武器的交付也没有办法去进行了。那现在美军真的是多事之秋啊，要怎么跟中国大陆比呢？我们先来请教邱毅委员。中国大陆的003。就是福建舰，陆列服役啊，可以说叫千呼万唤始出来，已经传了好多次，说要陆列服役了，后来又发现没有，有人又说93大阅兵的时候，可能福建舰要陆列服役了，结果后来发现只有舰载机，而没有这个船体。那现在在11月4号，很低调的陆列服役了。当然，习近平也到场了。那为什么这么低调呢？我认为啊，是中国大陆现在也认为说，它的整个海军的发展可以说突飞猛进。003出来又怎么样呢？可能过了几年，它的004大连造船厂里面的那一个更大的12万吨满载排水量的那一个超级航母，可能也要出来了。所以他并没有很高调的来表示、来宣扬说他的福建舰在陆列服役，但是我们在电视墙里面题目说，他可能将来会直指远海的大西洋，应该还不会。目前他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太平洋跟印度洋，而不会拓展到东太平洋跟大西洋去。基本上要到004，如果004果真如预期是核动力，加上电磁弹射，满载排水量11万吨到12万吨，那个时候它可能它的整个防御的纵深就会延长到西大西洋或者东太平洋的地方。好，那现在来看看福建舰，福建舰为什么受瞩目？第一个，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满载排水量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全世界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还没有像福建舰这样8万多吨的，它已经算是超级航母。第二个，它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先进的电磁弹射的航母。大家说还有美国的福特号啊，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啊，它也是电磁弹射啊。可是你知道，福特级的航母是用交流电，它不大稳定，失误率很高，所以到现在你很少看到福特号的踪影。可是我们回头来看福建舰，它是以直流电，所以它比较稳定，失误率比较低。第三个，它是现在全世界唯一的成功起降5代战机的超级航母。5代战机在福建舰上面起降成功的就是歼35啊，但是就美国相对应的 F-35C， 在福特号几度的起飞都发生了失败。所以它目前为什么受瞩目？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福建舰陆列服役以后，中国大陆进入3航母时代。3航母时代就代表它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增强了。
但是是不是代表整个中国大陆的航母的水平就超越美国呢？我觉得言之过早。他们真正的决战点应该在大陆的004，大陆的004要对上现在美国正在制造还没有下水的美国的肯尼迪号，也就是福特级的肯尼迪号，这个也是美国的超级航母。当这2个航母这时候出来的时候，那么世界谁是航母的超级大国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航空母舰在上面的作业是很复杂的，它有一般在航母上的作业呢，它有3个特色。第一个，我们知道危险性蛮大的，因为它的飞机在上面，那车子也在上面呢，我们讲的挂弹车也在上面呢，拖机车、拖飞机的车也在上面了，都在上面跑来跑去。它的消防车也在上面，是这样子的。它这个动线弄得很清楚，然后它起飞也是这一个跑道，要降落也是这一在上面，所以它同时做，它危险性是很高的。第二个呢，它噪音很大，上面的飞机哇啦啦声音，你听不到声音，你就要看手势、看颜色，所以是这样。刚才为什么那个衣服颜色不一样？对，衣服，你看那个穿红色，你看那个中间那个穿红色的，红色是安全管制官，专门管安全的，风险管理交给红色就对了，他蹲在那个前面，对吧？你这个看得很清楚。然后黄色的是负责指挥，那上面的调度啊、指挥啊，交给那黄色的，他一看就是黄色，这个是个场面的一个地勤的指挥官。这个很清楚，然后我们看有那个蓝色的，蓝色是负责调度，这飞机要摆哪里拖哪里，什么挂弹车是这个时候挂弹车才可以进去，然后同时不能同时又挂弹，同时又加油，不可以啊！你这个加油是很危险的，你又在挂弹，挂弹完弹掉那边刚好正在加油所以它这个安全管理也是非常的严谨。然后你看那个绿色的它就负责起飞跟降落。你看他比手势要蹲下去，然后指一个手势有没有？你注意看他蹲下去是绿色的，他这放飞，他要放飞跟那个落箭的时候就听绿色的，然后白色当然就是属于这个安全的，就是说医生呐，医生的他是最安全的。你知道医生都穿白色的嘛，白袍就是医生嘛，所以看医生那就是那个就医生，对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来看呢，它的复杂度是蛮高的，那所以你叫声音是不行，而且那样是空旷，风也大，那所以都是看手势、看颜色来做来出任务，所以这个风险大，但是管理更重要。那现在呢，这个中国大陆的福建舰，它的这个已经超越了美国吗？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聊。在想到福建号入列对美国来讲，应该是就是当年1957年这个苏联发射太空卫星的时候，这个 Sputnik moment 一下子吓到了，我要急起直追。所以甘乃迪后来不是说要在这个1960年代年底以前要登上那个月球吗？后来真的给他登上嘛，1969年就登上。可是对美国来讲，川普在去日本访问的时候，他到了这个横须贺的海港海军基地。在华盛顿号讲了一句什么话？我跟大家讲一讲。他说我福特号，他说还在用这个不要表达，就是说如果想要升级用电磁弹射，他说这个不好他说花了几十亿钱去建造这个愚蠢的电磁弹射问题是他说电池一坏，他说你要到麻省理工学院去找世界上最顶尖的人来修，他说简直是荒谬，然后他觉得是浪费钱。